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莲花楼余热仍在，诚意成名坎坷，转型路漫漫，野心不小。足见，除了长相思之外，莲花楼也是实打实的爆款。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男主角李相夷的饰演者程毅。作为最近几年爆红的小生之一，程毅的成名路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般轻松。尤其是主演琉璃之后，甚至一度承受网暴，导致性格都不如之前放得开了。不过好在程毅是清醒又努力的，尤其是近2年，他打破自己一直在古偶剧中的形象，先后在《山河月明》和《底线》中突破自己，挑战了不同的角色，向着转型迈出了一大步。尽管这之后他又回到舒适圈，却也拿出了成绩不错的《莲花楼》，足见程毅对于自己的演艺事业是有很大的野心的。沉浮10年，坎坷出道。程毅在走红之前已经演了10来年的小配角，虽然是毕业于中戏的正规演员，但他出道之后的10年时间，仿佛始终没什么运气。他原名叫傅诗琪，出生于湖南怀化，网传其父母是公司高管，家境优越，但也有粉丝否认，称其家境一般，奋斗至今全靠个人努力。不过无论如何，程毅在娱乐圈漂泊12年之久，仍保持着温良温暖的性格，足见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家庭，家教都很不错。2008年，他考入中戏大专班，和本科班的蓝盈莹、高伟光同届。读书期间，程毅便被新汇天基经纪公司相中，并顺利签约，并且在对方的要求下，他改了这个艺名，一直用到现在。改名的原因很简单，原名傅诗琪太拗口了。而在签约之前，程毅已经开始在一些作品中出现小配角，积累表演经验，比如首部电视剧《唐宫美人天下》中的宫廷，是为冯小宝王的女人中的随从柴头等等。那些等待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做龙套的时候，程毅也经历过不少被忽视的时刻。有一次，一个导演当着他的面直言：“你这辈子都不适合演戏，别做演员了，趁早转行吧。”青云志的发布会上，在切蛋糕环节，别人都被分了一把工具刀，只有他没有。最后还是赵丽颖发现了，马上让他和自己共用一把刀。后来有了一些名气，程毅都开始做主角了，却在长安诺的开机发布会上时，看到工作人员在发红包，他伸手去接，却落了空，因为人家根本没想给他。也许是经历的多了，程毅他反而憋着一股劲，总想着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可以。随后，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他在纯爱片《原谅我，来不及爱你》中挑战出演了男主角虫子一角，但这部作品没火。那之后，他又先后参演了革命剧《爱在风起云涌时》、推理片《女生宿舍》、喜剧片《不可思议》等等，都没什么水花。直到2015年，程毅在赵丽颖主演的《青云志》中得到了青云门弟子林惊羽一角，他才开始被观众看到。这个角色虽是翩翩公子的形象，却懂得世间的人情冷暖，非常拉好感。程毅的演技也轻松 hold 住了角色的灵魂。也许是因为青云志，他又获得了录制1年级的机会，并开始广泛被观众关注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帅气的男孩身上却拥有很沉稳的特质，因此吸引了一批粉丝。而在随后播出的《怒海潜沙》中，程毅又一人分饰2角，将淡然冷漠的小哥张起灵和热血男儿张不逊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出来。该剧播出的同一年，程毅加盟一直以古装剧为主要阵地的欢瑞世纪，彼时的这家公司正处于火力全开的阶段。
程毅的签约无疑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而他确实也做到了。2. 一朝爆红，遭遇网暴。2020年，一部和袁冰妍合作的《琉璃》横空出世，他在剧中饰演了温柔痴心的男主角雨丝凤，也因此瞬间成为了当年的8月男友。男女主角组成的出狱夫妇也被称为当年古偶剧的 CP 天花板。他们的演绎自然松弛，对于人物的把握也非常精准，也留下了不少高能名场面，甚至连原著作者都对程毅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程毅先生把羞涩与傲气并存，温柔与隐忍共生的丝凤演绎的极妙，也因此程毅红了，成为观众心中那个心怀天下、清风霁月的少年神明。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在观众云里雾里的刻这对新晋 CP 时，一场风起云涌的对程毅的网暴即将来临。事情的起因是琉璃举办了收官会，由于出狱夫妇太火，尽管是收费直播，也迎来了10万观众观看。但没想到的是，在直播过程中，男女主角程毅和袁冰妍却始终不对眼神，到了后来甚至直接演变成了大型拆 CP 现场。尤其是程毅对袁冰妍的态度，更被解读成冷若冰霜，哪怕女主角开口率先表示相信出狱夫妇会在自己的平行时空过得很好。最终，程毅在粉丝的要求下发言，却也丝毫没有提到搭档，甚至还将自己与角色的关系撇得很清。丝凤虽然和你们说再见了，但是程毅还没有跟你们说再见。此言一出，很多因为出狱夫妇上头的 CP 粉马上不乐意了，而直播过后的当天，程毅便掉粉6万。他们也有理由，是因为在这之前，两位主演无论是拍摄花絮中，还是宣传时接受采访，都是一副你侬我侬的样子。可是该剧即将收官，前后30天不到，男主角却亲自出来避嫌，还当众拆 CP。但事实上，这是许多演了偶像剧获得红利的演员们日后都在做的事情。比如某伦在演完《香蜜》之后，马上对 CP 粉直言：“我感觉有 CP 粉挺好，说明我演得好。”丁禹兮和赵露思因一部传闻中的陈芊芊有了热度，男方也马上在直播中澄清，是哥哥对妹妹的疼爱。太子妃升职季最热时，经纪公司也出面亲手撕碎粉丝的幻想，称男女主角就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没有私人关系。而程毅当年为何会上位等作品热度过去，就出面划清关系呢？完全是因为当年他还有一部和赵英子合作的《长安诺》，在琉璃播出的次月也开播了，而且2部剧播出的平台并非同一个。因此坊间传闻长安诺方面曾强制其不要在发布会上与袁冰妍互动，两人私下也商量好了避嫌。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年女方正在和欢瑞闹解约，而正在朝着欢瑞太子路上狂奔的程毅，自然也要考虑这层关系。也就是说，程毅亲手拆 CP， 并非不照顾粉丝们的情绪，而是各种原因掺杂在一起的复杂事件。但最终出来为此背锅的人只剩他一个。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也许这句话用来给当年的程毅做注解最为贴切。3. 积极转型，未来可期。好在在那之后，程毅并未放弃，或者说他没得选，又在之后拿出了宫廷剧《与君歌》中的少年天子齐宴一角。但已经31岁的他，就这样永远在古装剧里打转吗？显然，程毅对于自己事业的规划有着清晰的想法。于是在去年播出的古装历史剧《山河月明》中，他挑战出演了性格叛逆、桀骜不驯的少年朱棣一角。相比之前他演的古偶剧，这是一部古装正剧，且大咖云集，底蕴深厚，场面宏大。事实上，这部作品是程毅在2018年就拿到的角色，被足足压了4年才播。但作品出炉之后，
他饰演的朱棣还是获得了好评，除了少年感十足之外，演技方面也可圈可点，将少年郎耳中一身倔脾气、一身血性的感觉诠释得很好。同一年，他还拿出了和杨紫合作的《沉香如屑》，演的六界帝君应渊，则在气质上与之前演的角色完全不同。应渊正直、博爱、心怀天下苍生，与温柔又隐忍的司凤是两种感觉。更让人惊喜的是，随后程毅又在法题材的作品《底线》中出演了年轻的法官周易安。能够接演此剧，也是因为之前他在《理想照耀中国》中的表现足够令人满意。印象中的程毅不是少年天子就是仙界大佬，但走偶像路线的他，却在《底线》中成了年轻气盛却正义感十足的青年法官。他饰演的周易安看似平平无奇，但实则是有很多戳人的点的。比如他很平凡且初出茅庐，但却有自己的小聪明和小傲娇，又带着少年气的热血感。出场虽然不多，但人物形象立住了。他贴近现实的演绎，使得观众很容易带入自己的生活，并在过程中达到共情。这是程毅的收获和进步，也是他不甘于待在舒适圈的一种挑战和表现。然后就是如今的《莲花楼》，开播之后的收视率便火速飙升破1，且持续霸占收视榜首。更难得的是，该剧的评分一直都没有低于 8.0， 在同题材的古装剧中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尤其是当时的《莲花楼》还面临着暑期档白热化的厮杀，在一众 S 级大制作的包围下突出重围，特别难得。程毅的表演依旧是稳的，而且选择了用更隐忍的方式诠释李香怡和李莲花，被书粉也盖章承认了，就是我心中的样子。而程毅也在诠释角色中加深了对人生的理解。他说自己因为看到李香怡从天下第一到小人物之后，懂得了人、生活和众生。目前，他手握《深海南风之我亦英雄志》等不同题材的作品待播，足见程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突破之路。这虽然很难，但他已经在路上了。也许在这一次次突破之中，程毅会真正的丢掉偶像包袱，送给粉丝一个更优秀的演员。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